我们性质有点接近，所以他的粉丝或是黑粉就会被带过来，在我们那边一起炒。因为他原本流量很大，所以被带过来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靠中国活下来的频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天是我们的过年特辑哦，那我们要来看看在2021年讨论最热烈的影片有哪一些。只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先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要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吗？你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或是提升品牌知名度吗？如果你有以上的需求，欢迎参考G77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的资讯设计专场可以让产品的讯息跟有趣的知识内容一起曝光，也能够针对特定的主题设计出好懂吸引人的内容，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讨论。而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60秒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次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这类明确具体的宣传目标。而第三种方案呢则是冠名赞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置入你的品牌 logo， 同时在片头用简短的几秒钟口播宣传你的品牌资讯。而这个方案的制作呢更加的快速，而且还能够大量的置入曝光，让观众对你的品牌建立熟悉感。那透过这样子多样化的方案呢，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预算还有宣传目标，为你打造最合适的行销方案。那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啊，还有广告行销伙伴们，赶快来信跟我们联络吧。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指标其实就是留言数，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2021年留言数最多的影片。其实我们频道一直都是留言蛮热烈的频道。对，不过我去看了一些就是非常高订阅的频道，比如说这群人老高，他们的影片留言数其实都不一定有我们多。这个是详细，因为我们会带讨论，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经营一个讨论区，而不是一个单向的影片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哪一个是留言数最多的吧。好，竟然又是这支。中国科普网红集体入华，这一支的留言数有8324人，很可怕，好夸张而且因为它的观看人数其实是39万人，其实比起那些100万观看的算偏少，但它其实留言数是最多的。那8000多难以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应该是关杰写的。对，这是我写的。关杰有印象下面的留言区大家都在讲什么吗？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我以为2-3千就差不多了吧。但我刚刚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过后，我有去刚刚回去快速刷一下，我发现大家都很认真的在互相骂来骂去。很认真的骂来骂去。对，有很大部分的小粉红。那他们都在骂什么？是在支持政府的政策这样子吗？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好麻烦就是因为这个影片本身它在讲什么？它是主要是这个回形针这个网红，他可能讲了。他是做科普的嘛，他就讲说中国的肉蛋奶吃太多肉蛋奶，然后还有吃太多鱼，对，还有抓太多鱼，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客观事实，人就很多嘛，然后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他们就会很不爽，他们就觉得说，你为什么美国也吃很多啊？你怎么可以把这个问题都怪在中国头上？对，诸如此类的，然后就会一直在跳针，就会吵很多。然后可能也因为他在中国本身就很红吧。所以然后怎么讲？我们性质有点接近，所以他的粉丝或是黑粉就会被带过来，在我们那边一起炒。因为他原本流量很大，所以被带过来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靠中国活下来的频道。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对我们来讲，他其实超级政治正确。就是他会一直强调说，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可是对中国人来讲，就是文字狱就是这样嘛，你永远不够正确，你永远都有地方可以被挑。对啊。我们觉得他在中国已经算是很轻中的言论了。对啊，可怜。他现在是不是不见了？他不见了。我刚刚尝试去找他连他的 B 站什么全部都消失，因为他的影片其实真的做得蛮好。对啊，他的内容很优质。就是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不鼓励2件事情，他不鼓励信任，也不鼓励累积。就是这2件事情都造成很大的问题。你说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砍掉你，那这样子你怎么会有人想要长时间的累积呢？例如说我们看到的电玩业，我们看到的补教业，当你好不容易累积了，你投入大量的资本走到最上面的时候，你就被砍掉。那这件事情导致的就是信任。中国也是一个不鼓励信任的国家。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人类所处在的这个社会，在历史结构上叫合作社会，它就有一个很巨大的冲突，也因此中国会产生很大量的投机的事件，因为你就不鼓励累积嘛，所以最后我们很多的投入，我们原本预期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认知的失调，这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可惜的地方。
其实回形针那个状况也蛮接近。对啊，我觉得他那么多，对啊，他已经把团队养得很大，然后他已经好几次被官媒认可，然后就一股清流什么，连官媒都认可你了，然后这样说翻就翻，就是哇，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可能因为有很严重的对立，所以难怪留言数也是会就这么多，因为大家都在底下热烈发表自己的言论。没错。然后我觉得其实其他留言数多的影片也很多都是有类似的状况，都是大家比较容易生气或是吵架，或是会打起来的影片。此外，我觉得也是共感程度要够高。哦，没有错。我也在像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有像老高嘛，有像李子柒啊、岩上啊，然后台湾买不到疫苗，或者是奥运网球。其中我觉得特别有感就是岩上这个事情，就是我后来觉得共感这件事情，就是它的那个价值排序，就有点像是这些事情好像都是合理的，它的脉络都合理。但是你会觉得哪件事情比较值得被讨论，其实来自于共感程度的差异。可能有很多的男生，他们在从小到大的时候，他们就有遇过，例如说，女生真的被他们女生利用了一些言语的事情，然后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所以他们看到这件事情，他们的共感程度很高，所以他会特别在意。那女生可能从小到大就常常被这种不舒服的言论给讲，然后她又不能够发声，所以对女生来讲，这个对很多的这样的人来讲说，这个共感也很高，所以他就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吵这件事情。那最后这个共感没有被对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是你怎么这样讲这个东西，我在讲我的这样子。但我后来回去看，就是我们在就是请大家留言的选项，我还是都觉得，我们的那个提问的蛮好的。比如说我们在老高这一集就是问说，如果这一集真的有造成明确的负面影响的话，那你觉得谁应该要负责？然后我们其实是有提出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老高或是观众，或者是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家都应该要小心注意的，然后让大家去选择他比较认同什么样的价值。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在写提问的方式，很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提问一开始我们是留言嘛，然后但是我们就发现留言大家不好去讲出来，那个门槛太高了，所以这个留言的提问的设计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台阶。今天你可以借由这个台阶垫上去了之后，你可能就突然想象不对，但是我好像偏向 A， 可是我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这时候再把你自己想法全部带出来。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能够促进留言。对啊，因为他要么就是我认同你，然后说我认同，要不然就是我看完之后发现我其实有别的想法，他会被激发。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看完的东西的时候，你不会只是分享，而是你会真实的去在这一刻里面好好的停下来想一下。我觉得那我们影片就有它相应的价值。那真的很鼓励大家可以在我们留言区留自己的想法。然后其实有很多观众跟我们分享说，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留言区跟别人讨论，他都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尽量不要打起来啦，就是好好的讲话，因为分享自己的想法。像这边讲到说，我们片尾提问的目标，就是其实我们在那个志祺七七应该是一个有怎么样频道的那份文件里面，其实我们就有写说，我们希望他们下面可以进行这个讨论，所以我们在做很多影片设计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设计这个影片本身，而是把下面接下来可能的事情一起去想进去。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鼓励大家说，你就是看完我们影片之后，你下去看一看，因为一定有我们疏漏的地方，但是网友大家会帮我们把它补完。这时候你就更容易去看到那些你原本觉得你不想看的，或者演算法没有推给你的那些资讯的面向。那关杰跟宇轩有看留言区，然后结果得到鼓励的经验过吗？其实还蛮多的，特别是写那种去讲出弱势，或者是讲出大家关心的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大家会在下面鼓励，或者是我记得有一些七七心理学的主题，大家会在下面说出自己的经验，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其实会蛮感动，就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把他自己的心声说出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也做了一件真的有益社会的事情。对，我觉得有时候，特别是那种有些比较硬的社会议题，就是它观看就不会很好，就我们一开始也会预想到，然后很容易被骂，然后但怎么讲，可能有10个留言里面，可能有7个在骂你，但只要有看到3个在说，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很有帮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觉得感觉很好。但我觉得我们有个问题，我们很常，我自己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我会很容易放大那些负面的留言。我刚刚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竟然不会放大吗？你就放大。我想说，你7-3你就可以接受，我好像没有办法呢。应该是那个比例好像倒过来，对不对？对啊，我好像要倒过来，我才有办法觉得。我有时候还会放大那3。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人类的设计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记忆，就是我们要避开危险嘛。
那你就一定会避开说，哦，那这件事情让我产生不好的影响，才把它记下来。好的事情你不会特别去记它嘛，当下享受就好了。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影片内容的话，就多鼓励我们一点，留言一下，告诉我们。这是情绪勒索吗？喜欢的话，再不留啊！你不要做，不要做。没有，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你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自己77为什么会打起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我们2021年的经典影片。那么今天的自己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留言，快留。好 ，OK。留言，这个吗？留言，这个要怎么比呢？我要比多大？你有那么多个框吗？你哪有那么多个框啊？